今天呢，我们终于等来了我们的重头戏，16.04上编译 LOS 16.0呢，对应的系统呢是9.0。这是一个相对老的一个系统，作为底层开发者，一般不会追求太新的系统。太新的系统呢，一般是 App 开发人员需要去适配一些功能，而如果你开发一个系统呢，是老一点会比较好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切入正题。我已经写了一个小的文档，这儿呢是 LOS 的官方编译介绍的网址。然后我们用的硬件呢就是 Pixar 2， 它的代码呢叫 Boii， 是一种鱼的品种。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步 Report Init， 这个呢是初始化仓库的，这都是常规的，在任何网站都能搜索到的一个步骤。然后呢，我额外加了一个深度，深度的意思呢就是我不克隆那么深，然后只克隆一层深度。我主要是编译和改一些代码，我有可能不会向这个组织再去提交代码，所以不需要更深的代码。然后这也会加快我的下载速度。我们先初始化，复制一下，然后在这儿呢，我们来确认看一下是一个真的空目录，先加杠 A 了还是空的，确认是空目录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贴进来，这个命令已经贴进来了，我们执行一下。它会去谷歌下载更新一下工具，然后初始化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按说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。这是教材上给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开始下载代码，把这个随手写上。这个呢叫初始化，然后开始下载。但是呢，由于一定的原因呢，它这个命令呢会中断。中断之后呢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它比较长，时间比较长，有可能要1天、2天甚至3天，所以一般都是没事的撂着让它自己去执行。在这过程中呢，它会中断，中断之后呢，它就会停在那儿了，停了就等于你中断就失败在那儿了，需要你手动再重新执行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它应该无人值守的情况完成下载是最好的，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我先执行一下，其实正好已经开始可以下载了，已经开始下载了，速度比较快，我有可能录的视频上也看不清楚，因为它往上跳动的太快，我加的是32核心的。然后我们把它中断，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不去观测的时候呢，自己停下来。那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我直接给它加一个循环的脚本，是这样的。我们把它用 Ctrl 加 C， 然后中断，然后不断的按，中断了。中断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用像这种小的，我们就用 vim，起个名 sync 吧 ，share， 好，点个杠 I 输入模式嘛，然后把这些代码拷进去，然后选中这些。如果用鼠标的话，按鼠标的中键，不需要复制，直接按中键，它会把选中的内容当成复制内容直接粘贴进来。好，我们按一下 Shift 冒号，然后 WQ 退出，感叹号退出。我们注意看一下啊，它应该没有执行权限，我们加上执行权限，加 XX 就执行权限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颜色会不一样哈，看变成了这个颜色，绿色吧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然后它就可以被执行了，点斜杠，然后执行它。执行它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去睡觉了。刚好我们记一下时间，现在是1:22。等我一开始执行，它该跑起来的时候，我会中断录像，到它下载完我再开启录像，然后来看，顺便能推算一下它执行了多长时间。这样已经开始从网上下载了，我
们把终端放大看一下，速度比较快，还是比较吸引人的。还没有下载完。代码下载完的效果是这样的。ls 看一下，这是下载好的代码。我们下面呢就开始编译，编译呢也比较简单。3步走就行了。拷贝，然后粘贴，开始编译。好，这个编译过程呢，我们就不录制了，然后等编译完了，我再开启录像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手机接好了，并且进入了 Fastboot 刷机模式。然后呢，系统也编译好了，我们来刷机一下。命令已经输好了，我们打一下 Enter。已经刷完，正在重启。有可能起不来，什么原因呢？按照官网呢，它需要从系统中去解压私有的一些相关数据，比如跟基带相关呀，或者怎么样，需要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它这个系统官方的方法，它这个方法肯定正确且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为什么要正确但麻烦呢？因为私有驱动呢属于厂家的版权所有，他们不敢内置到他们系统里边，他让你自己从手机中提取。但是我们个人自己编译呢就没有这个顾虑了，然后就其实我们需要再同步一些代码。怎么同步呢？这之前有教程，我们看一下 15.1 的编译，这些把它放入这个 report 这个里边，然后标注上那个它的这个驱动，它这个是 LG 的，这个应该是 P2，应该是谷歌的，看到没有？查一下。就这个人呢，是吧？刚刚找到了，我们只要把谷歌这个加进去就可以了。是吧 ？VOI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拷贝过来。第一次刷机是不成功的，我们需要专属驱动、私有驱动放这儿。私有驱动呢，我们摘一下，我们不用的我们都不要。
只留一个例子就行了。对于我们个人开发者呢，这样弄呢是没有任何风险，但对于这个第三方这个 LOS 官方呢，它没法直接这样去提供。好，我们把它添加一下，回到这里边来。然后这里边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了嘛哈，但是它是生成了它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内容，但是不全嘛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加上，私有的驱动或者是文件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吧，这样挨着它这个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同步一下，再次编译，再次刷机。同步呢，我们还用这个脚本吧。走。我开的线程比较多，然后它速度会快一点。我趁这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目录有没有，没有谷歌嘛，没有任何厂商的私有的数据或叫驱动。等我们同步完了，应该就有了谷歌的。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效果。我们猜测不错啊，它从现在到一直没有重启起来，刷完机之后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趁这时候它在下载，我们讲一下这里边这个过程里边初始化仓库同步代码，用同步代码脚本进行同步。同步完之后呢，其实只是包括你后边编译的时候，这一步编译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只是下来叫安卓代码，然后你真正编译的时候呢，就知道你要编译这个 VLI 呢，它就要去同步一下这个 VLI 的相关的东西，比如我们看到了刚才这几个，就是在我们编译的时候，它检测到你要编译这个型号，它就把这几个东西给加到这个 Room Surface 里边了，插面文件里边了。然后再次编译的时候又补充了一点东西，然后我们去刷机的时候呢，起不来，然后还需要补充这私有驱动。私有驱动有两种补充方法呢，一种呢是这个官网的方法，就是调用一个脚本，连上一个手机，调用这个脚本，然后从手机中读取，因为手机是你个人的财产嘛，你这样自己读取这些驱动，读取到这个应用包里边，这也会放到这里边来哈，然后再去编译和烧写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就有方案 A 方案 B。那我们为了编译那个比较整体化呢，就会采用那个方 A。方 A 呢，你个人编译是没有这种没有人会去找你的麻烦。然后，但是他不敢写到他自己的官方流程里边了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他既然做了这个第三方系统，为什么不做全？做不了全，这些是厂商的私有的一些东西，他不敢做到这里边来，做到这里边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我们已经开始 check out 了哈，说明已经下载了一些东西。
根据这儿提示呢，是真正开始编的时候呢，编之前呢要把这些驱动处理好。我们是先编，然后刷进去起不来，然后又开始去弄这个私有的驱动。私有驱动呢是这样开始同步，同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还要再走到这里再编译一遍，可能会直接走最后一步，然后编译看会怎么样。编译再刷机，刷机如果你看如果成功就成功了，如果不成功，我有可能要清理一下再编译。这是这一步，走到这一步要回头走，再走这一步，然后再刷写，刷机，刷机完，如果能起来，就算 OK 了。如果不能起来呢，我要把清理一下，然后继续再编译，然后再刷机，再看。我的预案都做好了，就等同步完代码以及编译完，然后看效果了。这就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思路。我们已经同步完了哈，同步完了，然后我们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目录会不会增加东西了。我们不能晕晕乎乎的觉得到底有东西或者没东西。我们确实多了一个谷歌嘛，多了一个谷歌目录。谷歌目录里边都有什么呢？我们进来看看吧。就是谷歌的手机的所有的私有驱动都下载下来了，然后其中这个呢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再进到这里边来看看都有什么。这里边呢会有一个私有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跟它决定着这个手机现在没有启动起来的一些东西，加上这些东西呢，就绝对应该能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就绪了。我们一边编译一边我们在聊这个事。编译呢，这有写好的脚本，我们直接执行吧。这已经执行过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执行最后一步，看行不行。它已经检测到了比较大的改动，有可能编译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。1053个文件，应该不算太多文件要改，太多文件要编译。预计可能在15分钟内搞定，或者更短。我们趁它编译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梳理一下思路哈。前面这步骤呢，基本上是原始的安卓系统的步骤。比如说下载代码，然后同步完代码，这是初始化代码，初始代码仓库，然后开始同步代码或者下载代码，然后开始编译，这是编译呢基本上都一样。编译完正常情况下，然后开始烧写完呢，这是烧写分散的固件。这个写错了 ，flash all 就是连着 ，flash all 呢是烧写分散的固件。等一切都做好了，可能还有 OTA 烧写以及完整包烧写。完整固件，到时候用的就是 fast boot update 点 image， 可以加杠 w， 杠 w 就是清除擦除。你看有3种烧写方式，以及这个它烧的什么内容呢？它烧的就是分散的 system image 或者 user data image， 还有那个 window 我们读 image， 还有 boot 的 image， 完全是分散的。我们开发过程中呢，有这种情况比较多，用这种。我们往外发呢也分2种 ，OTA 呢就是发给通过那个服务器发给用户，就或者是内置 APP 直接完成升级，是用这个包，叫完整包升级 OTA 升级。然后完整固件呢，就是比如说谷歌发到那个谷歌的那个下载固件的网站上呢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呢是适合批量生产，量产的时候用这个给用户远程升级的时候用这个。然后我们开发过程中呢是用这分散的固件，它们效果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适用于不同的场合。这是关于系统，这系统呢编译的系统呢也接触了有7、8年了，关于安卓系统。
然后这些是一些知识嘛，给大家分享出来，有助于理解这整个系统。下载、初始化、下载、编译、刷机，不成功可能要执行这个。等你真正去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一步放前边。我呢，这是为了演示出这个问题，就是确实起不来的问题，然后我才会把它放后边，来故意让它出错，然后再来补救，然后再循环。在你真正研发过程中呢，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，先做这儿，然后再重新同步，再重新编译，再重新刷机，再看效果现象，有很多都是周而复始的重复。好，我们通过这后面呢，看到了编译有一定的进展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已经99%了。猜测了15分钟，现在应该没有15分钟，都快编译出来了。特别是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不过这个是他给的 files， 他给的 files 的距离最终的编译文件呢还差点距离。这就是我们一个实战的效果。16.04 编译这个，你看这两个系统基本上都是老的，现在是什么？2021年了，我还在用16.04、10.04、18.04都差不多。然后那个这个系统呢也是其实是9.0，其实够用了。其实以前我甚至还用更低的7.0或怎么样。因为做系统开发嘛，做底层不需要最新的，一般不需要最新的。你老的你就可以这个去很好的去使用，去编译，编译完之后刷机你就可以配合应用开发人员、应用 App 开发人员去做一些底层的优化。比如说他需要去抓包而不能抓包，你就给他编译出系统，然后编译手机，他把他的目标 A App 呢装到我们这个手机上呢，就可以实现抓包。这都是我后续要分享的一些东西。到时候呢，我可以把我的固件编译的固件呢，到时候共享出来，然后想要直接使用的，可以直接下载后刷机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这一方面的讲解。它已经开始编译 OTA 了，就剩3个文件了。OTA 一般以前编过，后边再编呢，一般速度会比较快。你像这还没编出来，我下一步可能刷机，我都可能去开始预估嘛，预估我刷机之后将会怎么样，刷机之后会不会启动的起来，如果启动不起来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启动的起来应该怎么做。我预计现在这次应该能起来。然后特别在等待的时候，不能只一味的等待嘛，也要做下一步的判断。下一步的判断呢，有助于你梳理你的思维。当它还起不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下一步怎么做，而不至于手忙脚乱。是这样的，不至于手忙脚乱。是这个。顺便呢，也再普及一下这个组织或者叫个人或者叫组织，是比较让人很舒服的。它整理了所有的那个私有化驱动，并且把它创建成仓库，然后我们这种个人编译呢，编译者呢就可以用这个，会非常的方便。已经剩3个文件了，但是还是可能需要点时间。系统呢，明显就没有起来。像这没起来，我视频里没有演示多次刷机。像按照我的习惯呢，我可能有个名词叫一次不能说明问题，就是我可能会再重新把它刷成正常系统，让它能正常启动，我再次刷那个系统，再次运行刚才的命令，叫 fast flash all， 不是 fast boot flash all， 然后再把这些固件刷进去，然后看能不能启动。然后我可能才会执行第3次，如果3次都起不来，做实了，它就真的起不来。我不想偶尔1次的起不来，有可能是碰巧别的原因导致它起不来。
或许它刚好又没电了，然后起不来或之类的。所以叫总结的有一个词叫一次不能说明问题，要多次测试。哎，编译完了，我预计了15分钟呢，然后它这其实是花了那个8分钟，比我预期的要短了一半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手机呢继续起到刷机模式，我们再来按着下键不松开，然后按着开关键强制把它关机。强制关机可能时间比较长，终于关了。强制关机有可能是它走的是硬件，就是你长按它10多秒的时候呢，它里边靠硬件电路已经把它硬重启了，不然如果软件死在那儿了，我们这电池又不能拆卸，那它就卡在这儿，永远卡在这儿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这个安卓手机呢，它会设计一些硬件重启，就是你长按10多秒，它会硬件性的去重启它。好，我们不废话了，我们这手机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刷机。我们看之前的命令，应该是这个，我们开始刷。已经开始重启了，我预计这次呢能重启成功，我们不过也要看真实情况。看能不能过这个画面，过这个画面就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这就是先预测，然后再结合预测这手机的几种行为吧，起来和起不来。起来有预案，不起不来也有预案，就是有条不紊的不断的向自己的目标进发。第一次那个初始化可能时间比较长。然后我们起来了，然后我进行一下简单的初始化，这些呢，我们怎么确定是自己编译呢？一般是看这个，关于手机里边有个版本号，这儿有个精确的编译时间，只有这个是实时变的，所以能让你确定是你自己编译的。关于这个编译系统做完了。